大山里一个偏远乡村之中，一行人正围绕着一个坟墓窃窃私语。原来村里要建设工厂，地址选在了村长的太爷坟墓之上，今天便是迁坟之日。但请来的阴阳先生却面色泛白，他先让属鸡属蛇的人回避。挖出棺材后，他面色突然泛白，匆忙起身查看四周的地势，最后满头大汗地说道：“糟了，怎么了？你们把老太爷的棺材葬在了养尸地，那里四面环山，散阳聚阴，日久年长，老太爷的尸首干而不腐，已化成了僵尸。”俗话说，世上行业千千万，但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秘职业。像道士、天师算得上人人皆知，还有更加小众的神秘职业，赶尸匠、摸金校尉、出马弟子等。而最贴近生活的便是阴阳先生。民间有着三出，分别是出马、出道、出黑，其中出黑就是指阴阳先生。他们以感应五行八卦来看风水、查气运、改命格，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神秘职业之一。其实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阴阳先生留下来的传记，上面记述着他们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间遇到的故事，像黄皮子讨风、养小鬼、找替身等。今天我们通过分段式的3个故事来进入一个阴阳先生的记事本，了解他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第一个故事，招魂。话说小丽最近在找房子的事情很苦恼，看中的房屋不是太贵就是太破旧。今天也是她碰巧看到一栋特别便宜的房子，中介带她参观之后，小丽是越发的满意。看着异常热情的中介，她还是缓缓问出心中的疑惑：这么好的房子怎么会这么便宜呢？中介愣了一下，随即他的目光变得有点不自然，不敢直视小丽的解释道：房东根本不差钱，就想屋子里有点人气。小丽看着廉价的房租，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中介立刻提出要签合同，小丽便跟着他去往中介公司。路上邻居都诧异地打探着这个新邻居，仿佛感觉小丽不会住这里很久。而小区的保安则在背后说出了真相：觉得他这个鬼屋能住几天？我看最多也不过1个礼拜，1个礼拜，3天都够呛啊！晚上，小丽刚写完报社的稿子，刚出书房，灯却突然灭了。后面突然一阵冷风吹过，竟然传出脚步声。小丽被吓得大喊着：“谁呀？”可环顾四周，根本没有任何人的踪影。小丽感觉可能是自己幻听了。这时大门突然传出敲门声，小丽刚平静的心就提了起来。她蹑手蹑脚地打开大门，原来是小区的保安。保安告诉她，供电的线路烧了，估计明天早上才能修好。小丽长舒了一口气，可保安急着离开的神情，仿佛自己背后的屋子里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。关上门的小丽赶紧回到卧室，压下心里的一丝不安，想着赶紧睡觉。可一转身，一旁竟出现一只红衣女鬼，吓得小丽直接从床上掉了下来。可再看去，床上空无一物。小丽再次上床，用被子蒙住自己，可女鬼还是再次出现，直接把小丽吓晕了过去。第二天，小丽醒来，发现自己后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昨夜的景象还历历在目，再加上中介和邻居的异常，他敢肯定这间屋子里有着女鬼。身为报社的记者，想着女鬼的行程肯定有着冤气，加上自身好像没有受到损害，让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加薪升职的机会。小丽拿着纸和笔，想让女鬼写出自己的冤情，可空静的屋子却没有丝毫动静。他想了一下，打起母亲电话，想起了上次来替母亲看风水的阴阳先生严阳明。很快严阳明就找上门来。其实关于阴阳先生降妖也会分人分事儿，有的人请我，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去，因为会减阳寿遭天谴；有的人请我，不给钱我也会去，因为会增福，天受积阴德。当严阳明一身西装的出现在小丽面前，小丽愣了一下。严阳明也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体面一些，一旁工具箱上的八卦图阐释着他的身份，他是严家第52代的阴阳先生。小丽这次请他的目的就是招魂。身为记者的他想弄明白为何红衣女鬼的事情。严阳明也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很快布置了一间背阳朝阴的屋子，替小丽招魂入狱。严阳明也很清楚地告诉他，招魂不一定能招来女鬼，鬼的存在像是磁场一般的存在，更像是磁铁，所以他也不清楚会招来谁的鬼魂。严阳明用红线一头绑在小丽的手指上，一头挂在了点燃的香上，手印一捏，四周的温度开始下降。贵无台前，八卦放光，战如而去，超生他方。严阳明把桌上的稻米一撒，小丽的身上开始有着变化，眼神仿佛变成一个凶恶之人。严阳明一看招来厉鬼，赶紧剪断红绳，小丽随即昏迷过去。一次不行，再来一次。中间招来的鬼魂千奇百怪，有孩童的，更有农家汉子，可就是没有那名红衣女鬼的信息。看着小丽身上乏力的气息，严阳明想着到底是哪点出了问题。想起刚才招来的一个老鬼口中的话，这间屋子仿佛有什么法器存在。严阳明也开始使用法力，还招来了家族饲养的小鬼助手。这只小鬼还是祖上遇到一个孩童溺死，救助之下还是无法挽回，无奈之下让他成为家仙一般的存在。小鬼助手对法器很是敏感，去除法器之后，随着严阳明再次捏着法轮，这次招来了红衣女鬼。原来
女鬼名叫小玉。小玉在一次意外之中结识了一个高富帅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但一次，小玉竟然发现爱人在做贩毒生意。小玉苦口婆心劝他自首，高富帅表明同意，但在夜晚时用刀刺杀小玉。小玉由于心里的怨恨，再加上穿着红衣睡去，便形成厉鬼。当他去找高富帅复仇时，却发现他身上有着高人的符咒，这让小玉难以近身。高富帅本身做的就是偏门，也会了解一些隐士，他更是请来法师布下灭魂阵来镇压小玉。事情很简单，小丽的记者身份帮助小玉很快把高富帅送进了监狱，事情算是了结。第二个故事，找替身。一栋高楼之上，一个男人满脸愁容，身旁出现一个莫名的声音：公司倒闭，老婆也跑了，连个孩子你都养不起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。随着男人一脚踏空，他便失去了生命。严阳明和小丽正在楼下散步，看到一条生命失去，小丽显得有点猝不及防，而严阳明很冷静地拨打医院和警局的电话。他见过了太多的生死，看着小丽有些慌乱，他解释道：男人应该遇到了找替身。相传人若死时带着极大的怨恨，心中便会藏着一口活气，这口气让他们无法去投生。只有在头七这天，找到一个时运极差、阳气衰弱的人，蛊惑他去和自己一样的死法，那人便能去投胎，就像前几部视频中提到的水鬼一般，若无人阻止，更像一个诅咒一般一直循环。另一边，一名女子坐在出租车上，司机正准备开车，便听到后座的女子向着一旁空无一人的座位说：你说的对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司机虽然开着车，但还注意这女子的行为。听到她的话，再从后视镜中看到后座只有她一人，司机瞬间手脚发凉，后背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也止住了想搭讪的心思，只想着开车。女子回到家中开始发起高烧，而母亲在紧闭这屋外，隐隐约约屋内似乎还有另一个声音：小娃娃就要睡着了。又想起刚才看到女儿拿起绳子，心中顿感不妙，想起来之前一个青年骗子似的人递给自己的名片，来人正是严阳明。幸好他来得及时，不然妇人的女儿恐怕就失去了生命。看来他也是被鬼当成了找替身的对象。妇人询问之后还要注重什么，严阳明脸色暗沉，直到妇人的心被提高，严阳明才说是给现金还是转账。就算是神通广大的阴阳先生，也为这钱财发愁。第三个故事便是请僵尸。山中乡村请来严阳明，为的就是迁坟一事，但村长老太爷的坟墓竟是不常见的养尸地。再次打开棺材，里面的老太爷也口长獠牙，手指黑长，已经发生尸变。严阳明想立即火化，但村长为了民俗根本不想侮辱先人。严阳明也知道村里人的想法，此时只要找到一个风水之地来压制已经变成僵尸的村长太爷。走之前，严阳明在棺材四周贴上符纸，提醒村长现在利用日光压制棺材，要是晚上他还未归，便搭起棚子，千万不要让月光照到棺材。虽然严阳明千叮万嘱，但村长还是淡化了此事。和村里帮完忙的乡村喝完酒便上床睡觉了。等醒来时，天色已经全黑。这时他赶紧找人在棺材四周搭起棚子，但此时棺材已经吸收了月光，只不过还有符纸封印。来帮忙的人不小心蹭掉了符纸，看四周无事，众人便散了去。此时棺材中的僵尸却突然冲出棺材。等到村长家的女儿找到村委，大家才知道僵尸已经起身了。这时赶回的严阳明已经察觉不妙，赶紧让众人布下灭妖阵。这时僵尸出现，青面獠牙，一蹦一跳，身后已经有着不少的人被感染。严阳明身披道服，手拿桃木剑，随即施法和僵尸缠斗起来。还好僵尸吸收的月光并不多，严阳明更是依靠这阵法一直消耗着僵尸，更是上请二郎真君等仙家入村民的身体，僵尸被打得节节败退。严阳明看着僵尸露出弱点，一招阴阳先生的绝杀算是灭掉了僵尸，而之后的事情也算是得到了安置。故事结束，严阳明的一张记事本中便透露着另外一个世界的隐秘。好了，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多多关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